大家好，我係 Tim Sir，今次帶大家到深圳大鼎嶺睇好有特色嘅光明三橋同長4公里嘅虹橋，好輕鬆易行㗎。想知點去就跟住我啦。睇之前記得撳著個鐘仔同訂閱喎。起點喺深圳光明區，由福田口岸去嘅話，大約要1個鐘。落車後轉個彎，隨即行入大鼎嶺綠道，唔使15分鐘就會見到第一條橋浮橋。呢條橋有3個大環，係超級壯觀㗎。行一段路之後，就會去到第2條橋探橋，個設計就好似一張超大嘅彈床。喺橋面、橋底都一樣咁好玩。行約半個鐘後，就會去到第3條橋圓橋，外表似係一條吊索橋，但係就冇吊索㗎噃。跟住返回山上虹橋嘅入口，先登上紅色巨塔，欣賞一下廣闊嘅風景，然後就沿虹橋一直落山。虹橋好長，足足有4公里㗎。出口係虹橋公園嘅西門，行晒4條橋就去行街食飯。附近最近嘅大型商場係藍鯨世界，食飽後仲可以去埋鄰近嘅光明之眼影相添。全程約為10公里，若唔係影太多相嘅，3個鐘就行得晒。如果慢慢行、慢慢影嘅話，則約需4個半鐘。全程都係好好行、好寬闊嘅平路，但並唔係石屎路嚟嘅，亦只有少許斜上斜落，係可以推 BB 車㗎。另外，沿路都有好多洗手間同自助售貨機，天氣熱少少行都絕對冇問題嘅。呢條路線嘅地圖 GPS 檔可以掃描呢度下載。起點喺大鼎嶺公園，亦即係光明滑草遊樂園嘅正門。為免塞車，建議大家先搭地鐵到6號線嘅光明大街站，然後再打滴滴過嚟，係最穩妥、最快捷嘅方法。打開滴滴出行嘅 Apps， 先確認上車地點，然後輸入目的地光明滑草遊樂園，選擇正門。3.1公里嘅路程，車費只係約9蚊到。搭滴滴9分鐘就到，行可能要40分鐘，搭公交都要30分鐘，完全唔使諗，除非你唔識得打車嘅啫。落車後，行入光明滑草樂園同大鼎嶺公園之間嘅馬路，沿行人路行入去。大概行100米左右，就會見到坐地嘅大鼎嶺綠道大型地圖告示牌。喺隔離仲有一個小型文字介紹牌，同遊客須知。其實嚟呢度仲可以選擇假日專線嘅，即係等同九巴嘅假日 R 線，不過好慢，勸你都係唔好搭啦。大鼎嶺綠道嘅開放時間係朝7晚6，官方入口係好明顯嘅，入園唔使掃防火碼，但警衛會提醒遊客唔可以帶打火機上山。入口處有一個大型洗手間，途中都有好多嘅，有需要就去啦。大鼎嶺綠道十分寬闊，外表似係一條馬路，但係唔准車入㗎，所以係冇車行嘅。沿路都有木板欄杆，並有指示牌列出往光明三橋嘅距離。
浮橋係0.7公里，懸橋係4.2公里，探橋係2.1公里，而虹橋嘅距離就喺另一個指示牌，大約係3公里啦。四橋嘅指示牌係冇放埋一齊嘅，主要原因係因為佢哋嘅落成時間唔同。浮橋、探橋同懸橋係2020年初完工嘅，而虹橋公園則比佢哋遲1年，喺2021年初先至完工。大鼎嶺綠道嘅設計好有心思，間中地下都有花花圖案。而且唔係石屎路嚟嘅，放大睇係類似遊樂場嘅環保膠粒，係意想唔到咁好行，絕對唔會有行硬地嘅感覺。沿路嘅右邊都可以偷看到長長嘅火龍，非常突出，真係盲嘅都睇到啊！由落車開始計，大約15分鐘就可以去到浮橋。浮橋前後都有詳細介紹牌，就喺靠山嗰一邊。沿鐵欄杆行入去，就可以行出浮橋㗎喇。剎那間，彷彿進入咗天空之城。入口嘅橋底係網格結構，唔係玻璃底。要分外小心，有嘢喺袋裏邊跌出嚟啊！浮橋由3個大環組成，係真正嘅懸空棧道。沿迴旋梯級可以行到上一層，就可以好似航拍咁樣俯瞰浮橋。眼球嘅衝擊非常之大，一定要親身嚟感受一下。浮橋嘅材質係金屬，另附有太陽能板。3環嘅直徑分別係入口嘅30米、高一層嘅20米同近出口嘅50米。太陽能板唔知道仲能唔能夠運作。根據官方嘅圖片得知，以前喺晚間係有亮燈嘅。依家問題係山林公園係關晚上6點，夜晚開咗燈，你都唔會知道，亦唔會睇到。睇過嘅、知道嘅，記得留言俾我啊！講返浮橋嘅設計，佢係運用鮮明嘅幾何形態，創造出富有科技感嘅懸浮步道。理念係強調人同樹嘅對話。聽完設計師嘅一番話，有冇咩特別啟發呢？無論點都好，儘管喺3個大環走嚟走去，尋找心目中理想嘅拍攝位置，影夠相之後就到另一邊離開。回望多次浮橋就走啦。浮橋真係好完美咁樣融合喺山林裏邊。喺盡頭仲有一個小休息處，上梯級就可以離開。喺浮橋嘅出口有大型告示牌，張貼有大鼎嶺郊野徑嘅手繪地圖，以卡通手繪嘅形式標示咗周圍嘅景物。個人認為4橋之中，浮橋係最有線條美嘅，外形就好似電影情節裏面嘅時空傳送門一樣。呢一段大鼎嶺綠道都係深圳遠足徑嚟嘅，沿路都會見到標距柱，首個嘅編號係 Y078。浮橋真係好值得嚟睇㗎，剛剛短短6分35秒至到8分50秒嘅2分鐘片段，
足足拍咗1個鐘。但係唔係唔覺得有路人甲呢？閒日真係可以輕鬆包場㗎。沿途都有一啲休息處，部分仲有別緻嘅涼亭添。林蔭總算係有嘅，但就並非全條馬路都遮晒。剛剛經過咗嘅地上標示係浮橋嘅距離，貫徹始終唔係油漆嚟嘅，係拼砌出嚟㗎。天氣炎熱嘅時候，記得帶返把遮，開住把遮嚟行。浮橋同探橋相距約1.4公里，以平路嚟講，絕對唔算遠，但就有少少路程。徒步大概需要20分鐘。有別於寬闊嘅平路，大家仲可以選擇行郊野徑，當然上落會大幅增加啦。喺手繪地圖裏邊嘅手作步道就係啦。不過呢條路線係以輕鬆郊遊為主，唔係嚟挑戰體能，唔太建議行郊野徑嘅。大頂嶺綠道嘅設施係非常完善㗎，沿途都有大型洗手間，更有源源不絕嘅自助售貨機，可補給冰凍嘅飲品。即使天氣炎熱行，都唔使怕冇水。繼續沿暗斜行上去，留意右上角嘅小地圖，星星閃亮嘅位置就係探橋啦。轉個彎就會到㗎啦。留意一下右手邊，就可以見到山谷下嘅探橋，而入口就喺前少少嘅位置。喺大頂嶺綠道導覽圖清楚咁標示咗3橋嘅位置，以及大約所需嘅時間，仲有多個洗手間嘅位置添。留意到探橋幾年前係完全冇樹㗎，依家已被大樹所包圍，與大自然真正合為一體。去探橋係要往下走嘅，係冇 lift 搭㗎。要沿梯級行落去山谷，剛剛有眼你睇，都要落幾深嘅。大概一半係鐵梯級，一半係手作步道，可算係全程唯一嘅真正山徑。不斷落，不斷落，轉完右，又轉左。大約2-3分鐘就可以落到底㗎啦。探橋嘅外形似唔似一隻 UFO 呢？我就覺得幾似《星球大戰》嘅千歲鷹號啦。喺陽光之下，探橋底影相都幾靚㗎，彷彿見到魔界嘅索倫之眼。以前入口係有人數計嘅，依家已經拆咗嘞。上到探橋頂後，先靠右到突出嘅長橋底睇，正面可以望到虹橋，而下面就係光明高爾夫球場。走到另一邊就係探橋嘅主台。探橋嘅設計理念係生態，強調人同水嘅親近，所以選址係喺山谷下嘅水池旁邊。相信大家見過嘅觀景台都係好實在嘅，無論係木平台、石屎平台、泥地平台、玻璃平台都好，大概都應該係形狀唔同嘅啫，頂籠最多都係分2層。
斷估都應該未見過用繩紮嘅平台。呢個設計真係令人好意想唔到，完全突破晒觀景台固有嘅框架。咁破格、咁大膽，一反傳統嘅設計，彷彿身處於一張超大嘅彈床，實在令人大開眼界，感到茅塞頓開。企喺城網上面，確實有漂浮喺水面嘅感覺，危危乎咁嘅，倒不如坐低，甚至當吊床咁樣瞓低，都幾舒服㗎。喺彈床上滾嚟滾去，的而且確會有啲暈嘅。為咗拍呢一段，前後碌咗4次，真係唔暈至奇。玩完探橋之後，原梯級返上去，循陸道繼續行。喺出口又會見到大丁嶺郊野徑嘅地圖告示牌。下一個目的地係遠一啲嘅元橋，然後再返轉頭到虹橋。幾步路之後就會見到另一個大型洗手間。喺總平面圖係揾唔到虹橋路線嘅，因為三橋建成嘅時候，虹橋公園仲起緊。洗手間係非常寬敞嘅，旁邊仲有直接飲用水機，但呢度好似就見唔到有自助售貨機啦。不過有水都好啊。喺陸道會不時咁見到一啲好有趣嘅情景。你會發現有時啲大樹係會生喺路中心㗎噃。喺呢一方面，國內嘅保育又真係做得幾好嘅。其實陸道嘅好多細節都值得一讚。探橋跟元橋相距係2.2公里，慢行要半個鐘先至會到。路線係會先經過虹橋嘅入口，只係1.2公里，正常15分鐘就會到。但點解唔行虹橋先呢？原因好簡單，因為一行虹橋就落山啦，係唔會順路去到元橋㗎喇。天氣炎熱，盡量善用途中有涼亭嘅休息地方。沿路見到兩旁嘅手作步道都幾靚，不過大石階梯睇上去都幾高。改行郊野徑嘅話，應該會吃力好多，行平路必定輕鬆10倍。喺地上會見到佢元橋嘅標示，仲有1公里嘅路程，亦可見到路牌，經虹橋往光橋路嘅出口係4.2公里，而直落往觀光路嘅出口係3公里。面前呢一個就係虹橋嘅入口，一陣行完元橋就係要返嚟呢一個位置落山啦。來回元橋同虹橋入口嘅路程係有2公里咁多嘅，所以若對元橋唔太感興趣嘅，大可以略過呢一段唔行，提早離開大丁嶺陸道，直接去虹橋落山就得啦。全條大丁嶺陸道其實唔短嘅，分第1期同第2期。第1期長26.74公里，第2期仲喺度起緊，
長25公里。而由滑草場到觀光路呢一段，其實只係第一期當中嘅6公里嘅啫。至於全條大頂嶺綠道係點樣嘅呢？可以參考一下入口嘅大石碑，係北至鎮尾站，南至觀光路。呢一段都會經過一個大型洗手間，內裏係有自助售貨機嘅，依家買回程買都得。如是者往下走，留意右上角嘅小地圖，已經差唔多到啦。好快就會見到元橋嘅介紹牌，元橋亦隨即乍現眼前。元橋嘅設計理念係虛實虛，第一個虛係欄杆，第二個實係橋面，第三個虛係風鈴，整體着重人同風嘅互動。元橋係國內第一座鋼板大橋，係一個創新嘅嘗試。橋長90米，主跨63.8米，離谷底約30米。個外形似係一條吊橋，但設計簡潔，亦冇吊索鋼纜，對風景完全冇遮擋，將影響環境嘅程度降到最低。如設計師所述，橋面非常穩，係石屎磚塊，只有極輕微嘅搖晃。不過對岸站冇接通手作步道，風鈴亦唔見咗蹤影。參觀完簡潔嘅元橋，跟住沿路折返，向住探橋嘅方向行，返到虹橋嘅山頂入口。虹橋由虹橋公園管理，跟三橋一樣，都有警衛駐守。喺入口呢一座紅色巨塔係官方嘅終點塔，係可以行上去㗎。當然要上去欣賞一下風景啦。大約係4層樓嘅高度，梯級係通透嘅，小心跌嘢落去掟死人啊！塔頂頗有宮殿嘅感覺，彷彿站喺城樓之上，可一睹整個光明區。當然亦可鳥瞰虹橋，角度就好似航拍咁壯觀。塔頂紅當當嘅，又有啲似入咗新房。睇完風景之後，落返塔底，正式踏上漫長嘅虹橋之旅。整條虹橋係長4公里，冇聽錯，係4公里，足足係浮橋到元橋嘅距離。視覺上係好清晰嘅，因為條橋真係太紅啦。可以好輕鬆咁見到虹橋由山頂繞到落山腳嘅火龍，真係長到見唔到底㗎。整條虹橋都有唔少位置可以進出嘅，部分仲有升降機添，推 BB 車都一樣冇問題。初段喺橋上嘅風景主要係光明高爾夫球場，當然虹橋本身就係最耀眼奪目嘅景觀啦。虹橋公園佔地410公頃，主要分3區，分別為森林區、碧湖區同入口區。而開始呢一段好明顯就係森林區，
沿路每一小段都有帳篷可供休息，啲凳仔係可以坐嘅。附近都有洗手間，行幾步就會見到。亦有自助售貨機。行咁長嘅路，最重要嘅係水，落係唔使太用力氣嘅，所以一定要識得用自助售貨機啊！火紅紅嘅橋身非常新淨，就好似剛剛落成咁樣。我睇到橋下嘅公園仲喺度趕植林木。虹橋咁長，每一小段都有里程牌㗎，但就唔顯眼。就係呢一個黃色牌仔，編號係 K 字開頭。山頂係 K6，山腳係 K0，而剛剛嗰個 K4，佢光橋路出口係3公里。唔經唔覺行到去懸橋之下，清楚咁見到懸橋嘅結構非常簡單，真係越係簡單就越唔簡單啊！提一提大家，由於虹橋真係非常長，所以唔好太得意忘形，喺山頂玩得太耐，影相影得太瘋狂嘅話，真係天黑都未落到山㗎。每逢經過帳篷，建議都休息一陣，睇一下風景。因為全程虹橋都係無遮無擋，乾曬係好易會中暑㗎。記得多分段，多休息。呢個路況其實係零難度嘅，最緊要做足防曬，例如帽、冰巾、太陽傘等等。不過，好似呢啲100%當頭曬嘅，都係用遮好啲。喺遮底，隨時可降4-5度咁多㗎。眼前嘅另一座紅色巨塔係去唔到嘅，佢冇連接住虹橋。依家嘅位置就近西入口廣場嘅2公里，同樣終點塔都係2公里，即係喺虹橋中間嘅位置。沿虹橋望落去，彷彿已見到底，但其實真正虹橋尾係喺高鐵嘅後面。近中段呢個位置影相都唔錯㗎，既可影到延伸落山腳橋嘅後段，亦可近距離回望橋嘅上段。想點樣取景都得，影靚相冇難度。不過公園內係嚴禁航拍嘅，呢啲鏡頭係用腳架拍㗎。唔好以為係航拍嚟，怕大家誤會係航拍，隨心就帶機上嚟玩，後果可能好嚴重。國內除咗禁飛區唔飛得，飛行高度亦限制喺120米。各處鄉村各處例，唔識就真係唔好亂飛。呢度係深圳，唔係香港。喺香港，其實除咗機場、迪士尼、軍營、監獄、維港係禁飛區之外，其實仲有好多山都係同樣禁飛㗎，包括青山、鳳凰山、大東山、大帽山、飛鵝山、太平山等等，通通都係禁飛區嚟嘅。點解 Team Hiking 遲遲都未加入航拍呢？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航拍限制實在太大啦。
嚟到碧湖區嘅路段，虹橋基本上已經到底，餘下嘅只係平路。山下嘅虹橋公園非常大，有好大嘅遙控賽車場，碧眼水庫亦可以玩遙控船，另有好大規模嘅滑板場，仲有 BMX 競速場等。虹橋公園仲喺度擴建緊，尤其係碧湖區正建設緊5座大型運動場，包括紅土運動場、沙地運動場、水運動場、塑膠運動場同草地運動場，滿足唔同運動嘅需求。隨虹橋跨過碧眼水庫，嚟到仿似終點嘅位置，先影返張虹橋靚相作為終結先。里程牌係 K0， 距光橋路出口仲有1公里。呢邊同樣有假日專線，跟起點一樣，因此唔多講啦。離開虹橋之後，要靠右行，跟住總平面圖嘅路線繼續走。留意虹橋其實仲未完結㗎，途中先要穿過贛深高鐵嘅橋底，然後再穿過廣深港高鐵嘅橋底，就可以接到虹橋公園嘅另一邊。中間放咗一個好詳細嘅虹橋公園介紹牌，另附有景點地圖。前面就係最後一段虹橋啦，主要係通往各個出入口。又係時候做一個簡單嘅總結。喺深圳，除咗飲飲食食之外，郊遊其實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一來地方新鮮，二來真係好少人。商場行得多，個個都差唔多。古城亦來來去去嗰幾個。到深圳玩，不妨以郊遊為主。落山後先至到商場飲飲食食，咁樣健康好多。食得開心之餘，玩得更愉快。左邊就係階梯廣場，顧名思義，你會見到一條好寬闊嘅紅色階梯。下面就係虹橋公園嘅西門，大家儘管周圍走走，隨意咁離開。虹橋嘅最尾係會接到光明新城公園嘅。如有腳力同時間嘅，不妨行多1.5公里，穿過光明新城公園，就係光明藝術文化中心同藍鯨世界啦。光明藝術文化中心都幾多展館同打卡位嘅，部分展館好似香港藝術館咁樣，都係免費㗎。不過落到山嘅呢一個時間都應該關門㗎啦。大家真係想去嘅話，就再擇日專程去一趟啦。落到山趕時間食飯嘅，只需走到行人路，喺公交站附近就可以打滴滴走啦。藍鯨世界係最近嘅大商場，商場外嘅大藍鯨每約30秒都會噴一次水，都頗有趣㗎。晚餐過後，我經商場東面嘅出口，直接去到光明藝術文化中心，到訪一下亮燈嘅光明之眼。行飽、食飽、影飽，一天嘅旅程就此完結。商場旁就係鳳凰城站。搭地鐵係未必慢過搭的士嘅，始終唔會塞車。
可以先搭去紅山站，然後轉4號線，約50分鐘就可直接返到福田口岸。又或者由鳳凰城站直接搭去科學館站轉1號線，亦可去到羅湖口岸，交通真係非常方便㗎。今次咁開心愉快嘅橋之旅就嚟到呢度，希望大家都可以繼續開心上山，安全落山啦！鍾意我 channel 嘅朋友記得 subscribe 同 like 啊！搵行山路線記得嚟teamhiking.com，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！